一边用你一边踩你。这种人的因果极为强大，强大到不需要任何外力去惩罚他，他自己就会在日复一日的利用与轻贱当中，把自己拖进一个无法翻身的境地。很多人受了委屈，总等着对方遭报应，总盼着老天开眼。其实不必等，那种人的报应就在他每一次使唤别人又贬低别人的过程里，已经悄悄发芽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用你的时候笑脸相迎，用完转头就开始贬低你？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经历。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一句经典道尽人生，读懂变化，看清人生。为什么有人敢一边占用你的时间、你的资源、你的善意，一边又在背后踩你几脚？这种人的心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佛经有云，众生以颠倒妄想为因，生种种烦恼。一个一边用你一边踩你的人，恰好陷入了最深的颠倒。他既需要你，又瞧不起那个需要你的自己。他把你当成台阶，踩完之后还要吐口唾沫，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把他心底那份卑微感转嫁到你身上。很多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公司里某个同事遇到难题就来找你，笑容堆了一脸，话也说得很甜。你熬夜帮他梳理方案，他把你的东西拿过去改几个字就成了他的。可到了领导面前，他轻描淡写了一句，这个思路总体还行，但有些地方不够落地。家族里某个亲戚借钱时把你当主心骨，钱借到了，是办成了，转头就跟别人说你这个人脾气古怪，也就是有点钱罢了。朋友之间，他总找你帮忙，搬家、带孩子、介绍人脉，你从不拒绝。可你一旦有了好事，他第一个跑出来酸你，说你不过是运气好，不过是赶上了风口。这种行为模式，很多人叫做白眼狼或者忘恩负义。但从因果的角度看，这不只是道德问题，更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能量循环。佛经里有一句话，因地不真，果招于取。这个因就是起心动念的那一瞬。一个人向你求助或者跟你合作的时候，他的发心是什么？如果他的发心是感恩的、平等的、双向的，那么这段关系就会走得顺畅。但如果他的发心从一开始就带着嫉妒、带着不甘、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让他满意。因为他内心真正的需求不是你的帮助，而是通过贬低你来证明他比你强。他之所以一边用你一边踩你，是因为他无法接受一个事实，他在某个层面真的不如你。你的存在就是他痛苦的根源。那他怎么办？他不能不用你，不用你他会更惨。他又不能真心感谢你，感谢意味着承认你的价值高于他。所以他选了一条扭曲的路，先用你的利，再破你的功。这样他就能欺骗自己，你看，你也不过如此。这种人的因果极强，强就强在他的一切行为都在为自己编织一张恶网。他每利用你一次，他的依赖就加深一层；他每踩你一次，他的傲慢就膨胀一圈。依赖和傲慢同时增长，这个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畸形。他再也无法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因为真正的平等需要两样东西，感激和尊重。感激让他愿意回报，尊重让他看到边界。而一边用你一边踩你的人，既没有感激也没有尊重，他只有算计和攀比。所以他的人生会慢慢走向一个绝境。比他强的人他攀附不上，跟他差不多的他瞧不起，比他弱的他肆意践踏，到最后没有人愿意真心对他。他身边剩下的，要么是比他更狡猾的利用者，要么是彻底麻木的被剥削者。而他自己的心也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扭曲里失去了感受善意和快乐的能力。这就是现世报，不需要等到下辈子，这辈子就已经开始了。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这样的人还能混得开？为什么他一边用一边踩，却好像活得比谁都滋润？这就要讲到因果的时间差。佛经有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但这个影子有时候拉得很长，太阳在头顶的时候，影子缩在脚下，你看不见；太阳偏西的时候，影子拖出去了，你才看得清楚。
一个人作恶或者行善，果报的显现需要因缘和合。一边用你一边踩你的人，当下可能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他用你的劳动成果升了职，他踩你那一脚让别人觉得他很厉害，他暂时获得了利益和快感。但这就像吃慢性毒药，第一口香甜，第二口满足，吃到一定程度五脏六腑就烂了。这种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得罪了谁，而是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无法接受善意的人。你想想看，一个人长期习惯于把别人的帮助看成理所当然，把别人的付出看成应当应分，同时还要踩上几脚来维持优越感，他的整个思维模式就被这个习惯改写了。以后哪怕有人真心对他好，他也不会觉得那是好，他会觉得那是对方软弱，或者对方另有所图。他失去了感恩的能力，而感恩恰恰是一个人接收世间福气的通道。经书上讲，知恩者虽在生死，善根不坏；不知恩者，善根断灭。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就像一个漏底的杯子，往里面倒再多甘露也存不住一滴。他赚到的钱会从别的漏洞流走，他得到的地位会因为傲慢而失去，他身边的人会因为寒心而离开。不是别人要害他，是他自己的杯子是漏的。再说踩人这个习惯，一个人为什么非要踩别人一脚？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巨大的坑，不踩别人他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个坑叫做自卑，过度的傲慢从来都是自卑的倒影。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我种了5亩地，收了多少粮食，心里有数，不需要把别人的地踩烂来显得我的地好。而那个一边用你一边踩你的人，他的心理状态其实是极度恐慌的。他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你，他用了你的东西，心里更清楚那是你的功劳。这份清楚让他如坐针毡，所以他必须赶紧踩一脚，赶紧说几句风凉话，赶紧在共同认识的人面前把你的价值打折。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相信，我跟你差不多，甚至我比你厉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打一针能舒服一会儿，要效果了，他又得面对那个不如你的现实，于是他又得找机会再踩一脚。这是一个无底洞，他这辈子就耗在里面了。从因果的角度看，这种行为会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后果，他的路会越走越窄。因为他每踩一个人，就等于在那个人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也许不会马上发芽，有些被踩的人善良大度，不计较不报复，但种子还在，他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显现。比如那个被他踩过的同事，后来去了更好的部门，或者自己创业成功了。有一天他需要合作，那个同事恰好是决策者。当年踩的那一脚，人家可能早就忘了，但感觉还在，那种不舒服会变成一句公事公办的拒绝，或者一个不痛不痒的拖延。他说不清楚为什么，结果就是事办不成。这就是因果，不是报复，是能量场的排斥。你曾经轻贱过一个人，你发出的那个轻贱的频率会吸引来世间所有轻贱的频率，最后轻贱回到你自己身上。有的人会说，那我被这样的人伤害了，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反击？是不是也应该踩回去？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佛经有云，嗔恨之心能烧功德之林。如果你因为被他踩了，就也变成一个踩人的人，那你跟他有什么区别？你被他拉到了同一个泥潭里，在这个泥潭里他比你更熟练，你打不过他。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反击，也不是忍气吞声，而是看透。看透他的因果不需要你去执行，看透他的强大只是假象，看透他自己的行为已经把他锁死在一个狭小的牢笼里。你一旦看透了，就不会再被他激怒，你不再期待他感恩，不再期待他改变，不再因为他的踩而自我怀疑。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对谁都这样，他对自己的亲人也这样。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你只需要做一件事，调整你跟他的距离，能远离就远离，不能远离就保持一种功能性的关系。他来找你帮忙，你可以帮，但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忙帮出去就没有回报，
而且他回头还会踩你一脚。如果你接受这个设定，你就帮；如果你不接受，就找个理由推掉。不要一边帮一边委屈，一边付出一边怨恨。那个怨恨最后伤的是你自己。他的因果是他的，你的心清净是你的。很多被伤害的人最痛苦的点在于，我对他那么好，他凭什么这样对我？这个凭什么就是执念。你对他好是你当初的选择，你选择帮他是因为你善良，因为你重情义，因为你当时愿意。这个好已经给出去了，结出的果实是你内心的坦然，是他欠你的那份天理。至于他领不领情，那是他的事，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要求他，因为你们本来就不是一种人。就像你种了一棵树，你不能要求它必须开出你想要的花，你只管种你的善因。至于那个善因结出的果子被别人偷了还是被虫咬了，那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控制不了的就不要去烦恼。经书上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一边用你一边踩你的人，他的因果他自己受。你不需要扮演他的老师，不需要教育他，更不需要报复他。你唯一需要做的是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场。怎么保护？第一，识别他。当一个人反复出现用你的时候笑脸相迎，用完之后冷言冷语这个模式，你就不要再对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是情绪不好，他不是嘴笨，他不是开玩笑，他就是这样的人。第二，切割情感投入。你可以继续跟他保持一些必要的交往，比如工作上的配合或者家族聚会上的寒暄，但不要再往这段关系里投入情感，不要跟他交心，不要指望他成为你的知己。他只是你人生路上的一棵歪脖子树，绕过去就是了。第三，提升自己的维度。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之所以能踩到你，是因为你在意他的评价。你不在意了，他就踩不到了。他的风凉话就像一阵风，吹过就走了，你不接着就伤不到你。佛经上讲一个概念叫做不受第二支箭。一个人被第一支箭射中了很痛，这是身体上的痛，但如果他因此陷入痛苦、愤怒、怨恨，那就是自己射了自己第二支箭。第一支箭是别人给的，第二支箭是自己给的。别人一边用你一边踩你，这是第一支箭。你为此夜不能寐，反复琢磨他为什么这样对你，甚至想报复他，这就是第二支箭。聪明的人只受第一支箭，不受第二支箭。你被他踩了，事情发生了过去了，你就让它过去。你的心不要停在那上面，不要反复回放那个画面。你每回放一次，就等于又被他踩了一次。你要做的是转过身走你自己的路。你走得越远，他踩你的那一脚就越无关紧要。你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他的踩就彻底失效了。很多人觉得坏人没有恶报，好人没有好报，那是因为看得太短。佛经有云，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时间跨度可能很长，可能超出我们这一世的视野，但就我们当下能观察到的，这种人其实活得很苦。你不要只看他表面上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你要看他的内心状态。一个人如果永远在算计，永远在比较，永远在嫉妒，他就不可能快乐。快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不需要外物支撑的内在状态。一个一边用你一边踩你的人，他的内在已经被掏空了，他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维护一个虚假的强大形象，用来压制内心的恐惧和不甘。他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就要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个渺小的、依赖别人的、害怕被超越的自己。这种恐惧和焦虑就是活生生的地狱，而且这种人的福报消耗得非常快。福报就像你账户里的存款，做好事行善积德是在存钱，做坏事损人利己是在取钱。一边用你一边踩你，看起来得了便宜，实际上每一脚踩下去都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因为他踩的不是你这个人，他踩的是天理。天地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叫做厚德载物。你没有那么厚的德，
就载不住那么重的物。他通过算计得来的东西，终究会以另一种方式流走，要么是健康出问题，要么是子女不省心，要么是事业突然滑坡。不是天要罚他，是他自己的德不配位。就像一个水桶底部有一个洞，你再怎么往里面倒水也装不满。他的那个洞，就是他忘恩负义和轻贱他人的习惯。我见过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人非常聪明，做事也利索，但就是有这个毛病，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谁对他有用他就贴上去，用完了就翻脸，还要在背后说人家不行。几十年下来，他确实攒下了一些家业，也爬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但到了晚年，身边没有一个人真心跟他说话。老伴跟他分居，子女躲着他，老同事老朋友没有一个愿意跟他来往。他生病住院，连个探病的人都没有。他有钱请得起护工，但护工也是拿钱办事，没有感情。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回想这一辈子，想不出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不是没有过，是都被他自己赶走了。这就是一边用一边踩的最终归宿，繁华落尽，只剩孤家寡人。所以我们讲，这种人的因果极强，强到不需要任何人动手，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刽子手。每踩别人一脚，就在自己的棺材上钉一颗钉子；每忘一次恩，就在自己的福田里拔一棵苗。到最后，棺材钉满了，福田荒芜了，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的自我。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看到这样的人，不需要愤怒，不需要恐惧，也不需要幸灾乐祸。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个人因果个人担。你把你的善良和真诚留给那些懂得感恩的人，把你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提升自己上面。当你站得足够高的时候，那些踩你的人就够不着你了，你连低头看他们都觉得浪费时间。屏幕前的你，如果曾经遇到过或者正在经历一边被用一边被踩的情况，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和感受。你不需要指名道姓，只需要说出你的故事，让更多有同样经历的人看到，他们不是孤单的，这不是他们的错。也欢迎你把这期内容分享给那些正在被消耗的朋友，也许能帮他们看清一些东西。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并开启小铃铛，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用经典照见人心，用时间验证智慧。我们下节课再见。